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深度报道了拜登政府酝酿已久的亚太经济战略。据披露，拜登政府将在几周内公布印太经济框架的细节。美国声称希望通过这个新战略，在数码贸易、供应链和绿色技术等领域与盟国有更紧密合作。美国想借助这一框架，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开展激烈经济竞争。但分析认为，美国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依然充斥着排他性。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之下，该框架可能又会成为美国与盟友的富国俱乐部，而且短期内很难给印太地区相关国家带来实质利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准备发布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旨在让美国同友好国家在数字贸易、供应链和绿色技术等问题上更密切的合作。美国亚太地区副贸易代表比安奇在最近的一次贸易会议上表示，该框架预计将在几周内公布。该框架的结构将是一系列单独协议，地区国家可以选择签署这些协议。《华尔街日报》称，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填补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留下的亚洲战略漏洞。在美国退出后 ，TPP 已经改组为 CPTPP。美国媒体认为，目前战略细节尚未出炉，但预计该框架不会试图让美国重返 CPTPP。实际上，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在新加坡表示，美国将在2022年年初启动一个较正式的进程，寻求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一个超越 CPTPP、比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更广泛和自由的经济框架。拜登政府这个所谓经济新框架的提法可以追溯到2021年8月，当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到访东南亚时提及印太新愿景，其中涉及全球供应链等经济话题。随后在去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视频出席美国东盟峰会时就提出，要在亚太地区建立印太经济新框架，声称让区域里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并且取得成功，国家不论大小都要遵守规则。拜登政府对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寄予厚望。去年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密集访问多个亚太国家，为这一经济框架做宣传。有观察指出，经济新框架是拜登政府的外交、经济和国安团队精心策划制定的。虽然该框架未指名道姓提到中国，但实质上却是在拜登政府定义中美关系竞争主基调的背景下产生的。美国想要借助这一框架，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开展激烈经济竞争，意图在亚太区域贸易中赶超中国，并为区域国家提供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替代方案。即便是他要求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那么亚太国家也很难去做出违背市场规律的、违背本国利益的一些选择。因为亚太国家最需要的是市场开放，还有技术转移。那这些国家他的要求呢，美国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它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战略考量。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已经在今年1月正式运行。未来亚洲将会有2个特大的贸易协定，即 RCEP 和 CPTPP。而中国不仅是 RCEP 成员，而且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但美国2个都没有参加。因此，拜登政府急需一种由美国主导的方案，让美国不需要遵守旨在使所有成员受益的规则。而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就是想要改变过去依赖的多边机制，倚重双边渠道，通过美国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双边磋商，形成经济合作协议。它这个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构想和战略的一个色彩非常的浓厚。他选择了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就在于印太经济框架它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更具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它是一个去中国化的、与中国脱钩的一个供应链上的一个战略，所以它是针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战略对手或者是长期战略对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色彩非常的浓厚。美国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虽然主打新，但思维却依然充斥着排他性。例如，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预计在新经济框架中，拜登不会对贸易伙伴削减关税，也不会提供其他传统的市场开放工具。这些工具受到美国劳工团体及美国两党的反对，理由是他们以牺牲美国的就业和制造业为代价。由此可见，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合作对象的选取以及实施规则的选定，都要以美国利益评估为先。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遗产，实质上仍是美国优先。